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来跟大家讨论另一个最受大家关注的话题—— B 型房车的布局设计。首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是2辆我们改造的加长版房车的照片，左边和右边的布局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是车尾的设计，你答对了吗？左边房车的布局是固定床，右边的则是卡座床，代表了2种最常见的房车设计。睡觉是每个人开房车出行时最基本的需求，因此床的位置和形式是选择合适的房车设计的关键。今天的视频，我们就从固定床和卡座床这2种房车最经典的布局出发，给大家介绍由它们延伸出的其他6种房车常见的床的布局，并且分析每种布局的优缺点和改善方案。在视频的最后呢，我还会给大家分享3条在选择房车改装布局时候的思路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固定床、Rias 卡座床以及其他常见的床的设计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刚刚提到的最经典的第一种设计——固定床。固定床一般都设计在房车的尾部。我们去过的美国 B 型房车展，绝大多数的房车都选择的是固定床的设计。这种布局设计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天早晚不用铺床和收床，节省时间和精力。开车累了，随时可以睡一觉。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固定床下的收纳空间很大，而且通常这种布局的床会设计得更高一些，可以放下大体积的物品，比如滑雪板、登山背包，甚至是自行车。但是这种固定床的设计也有它的局限性，首先是功能单一，在不需要休息或者睡觉的时候，床这个区域的空间基本就被浪费了。为了减少固定床占的车内空间，也有很多人选择在车尾的2侧加装扩展套件，这样纵床可以变成横床，也可以节省车内的空间。其次，固定床占的空间多了，也就意味着人在房车上的活动空间少了，所以如果需要一个桌面吃饭或者办公，必须充分利用剩余的空间。可以像我们改造的这辆房车，把桌面藏在床下，需要的时候拉出来，或者在驾驶舱安装旋转座椅和 Lagoon 支撑结构的桌子。如果你既喜欢固定床的便利，又不想失去车内的活动空间，那就快来看看以下这3种半固定床的设计吧。2. 抽拉式半固定床。刚刚提到的我们改造的这辆短板房车的设计，选择的就是半固定床，床的绝大部分都是固定的，还可以把床拉出来再增加一小部分。这种设计跟我们做的类似，但是推拉的部分更多，床边设计卡座，这样不睡觉的时候可以使用床下的卡座和桌子，白天也可以随时睡一觉。这种设计增加了车内的活动面积，但是床下的收纳空间也随之减少了一半。3. 沙发式半固定床。有的房车会选择在车尾或者车的一侧设计这种平时式沙发，抽拉出来后变成一张床的设计。虽然这种设计需要收拾床上用品，但总的来说，铺床花费的时间还是比卡座床少，而且床这个空间的利用率也变高了。4. 折叠式半固定床。还有这种折叠床的设计，把家里节省空间的办法搬到了 B 型房车上。网上有各种版本和操作方式，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研究一下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在视频开头提到的另一种经典的设计——卡座床。我们改造的这辆福特全顺的尾部选择的就是 U 型的卡座床。卡座床顾名思义，平时是卡座，要睡觉的时候又可以变成一张床。除了 U 型，这种前后打通的卡座床的设计也很常见。它和 U 型的区别就在于，这种设计更为通透，可以直接从车尾上下车，同时呢，也会损失掉后面横向座椅下的收纳空间。卡座床这种设计最大的优势就是，它对房车车内有限的空间进行了最大化的利用。因为出行时睡觉只占了一小部分的空间，如果平时白天不睡觉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，车内的这个空间也不浪费。因为设计在车尾，卡座座位是纵向的，所以很长也很宽敞，几个人也可以在这里吃饭聊天、玩桌游或者工作。这在固定床位的布局是很难实现的。虽然它是卡座床，但是如果哪天起床不想铺床，也可以完全把它当做一张固定的床来使用。并且卡座设计的高度，因为要保证人坐下的舒适度，通常也会比固定床更低。开放的空间会让整个车内的空间显得更大、更通透。在有限的空间里，卡座和床2种模式的切换也更有新鲜感。一辆房车2种布局体验，很超值。卡座加床节省出来的空间，可以用来做独立卫生间或者更大的厨房台面，
还可以像我们这样在前面再加一个长沙发，但是这种布局同样也不是完美的，它最大的劣势就是损失了床下的收纳空间。如果想增加一些车后的收纳空间，可以像我们的这辆车这样，在保证头部空间的前提下，抬升卡座的地面。还有和固定床的便利相比，如果想要享受卡座和床这两种模式，每天就要花时间铺床、收床、搭建和拆卸床板。早上起床还好，如果是晚上很晚才开到目的地，再困再累，也必须要铺好床才能入睡。需要收床，也就意味着像被子、枕头这种体积很大的床上用品，也需要额外占用车上本来就不多的收纳空间。另外有一点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，卡座床在床垫材料的选择上也有它的局限性，因为垫子要同时承担坐垫和床垫的功能，需要选择 foam mattress 这种支撑力和回弹力都比较强的材质，而不是 memory foam 这种适合床垫但不适合坐垫的材质。喜欢在房车上有卡座的朋友们，还可以参考这3个既有卡座又有床的布局。6. L 型卡座床。同样是卡座，这种设计把 U 型的卡座换成了 L 型。我们改装的第3辆给客户定制的奔驰 Sprinter 加长版房车上就是这种设计，可以从卡座的一边抽拉出一小部分变成第2张床。这种卡座的好处是位置比较灵活，可以设计在房车的任何位置。缺点和普通卡座床一样，也会损失一部分的床下收纳空间。7. 卡座加升降床。这种电动升降床可以和车尾的卡座或者刚刚说到的 L 型卡座结合，白天升到车的天花板，需要睡觉，一键床就可以降下来，也不用铺床。底下的卡座还可以设计成第2张床，睡更多的人。这种设计看似完美，保留了卡座，也省去了铺床的麻烦，但是需要注意，这种设计会损失床下方卡座的头部空间，由于没有办法安装床两边的顶柜，收纳空间也会相应减少，加上本来卡座的收纳就有限，更适合短途旅行的人。这种电动升降床架的价格也不便宜，在北美用的最多的这个叫 Happy Jack 的牌子，至少要1-2千美金。8. 卡座加升顶。还有一个终极的办法，就是在房车的车顶上直接开一个洞，加装一个弹出式的屋顶，这样卡座和睡觉的空间互不影响，房车内的活动空间也变大了。当然，这种设计也有缺点，首先是房车的保温和隔音效果都会大大的降低，特别是天冷住在车顶的时候，暖气很难上去，效果就跟住在帐篷里差不多。其次是价格非常贵，材料加安装费就要1-2万美金，有这个钱都可以买一辆代步小轿车了。如何选择房车布局？介绍完了这么多种房车布局，究竟该如何选择呢？以下3个问题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思路。问题1，你现在有或者打算买什么车？首先，车长就不用说了，多出来的每一寸对房车布局设计都有着关键的作用。目前在北美房车市场最受欢迎的几个品牌里，奔驰 Sprinter 的170轴距加长版最长，除去驾驶室，后舱有4.57米，但是价格也是最贵的。其次，不同品牌的车内部的宽度和高度的差别，可能对房车布局的设计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。在内部宽度上面，道奇公羊 ProMaster 最宽，后舱最宽处有1.9米，个子不高的人可以选择横床，节省房车空间。而在内部高度方面，福特全顺 Transit 最高，可利用的垂直空间最大，顶部收纳空间可以做得更多，个子高的人站在里面也会更舒服。关于福特全顺和奔驰斯宾特，我们之前有专门出过一期详细的对比视频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哦。问题2，房车上的什么功能是你最需要的呢？好的房车布局还要符合自己的需求，睡觉、上洗手间、备菜、做饭和吃饭、工作、洗澡、收纳，这里面哪一个功能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？或者在一天中，这个功能区的利用率是最高的呢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程度，先把它们排出优先级，再去查找与之匹配度最高的布局设计。比如，如果你是打算经常开房车去进行滑雪、徒步、骑车、冲浪等户外活动，一个床下有超大固定收纳空间，随时可以休息的固定床布局，相比于休闲开阔的卡座床，就可能更适合你。问题3，你的房车的日常使用场景会是什么样的呢？会有几个人需要乘坐或者在房车上睡觉呢？如果超过2个人，就需要在设计时考虑其他人的座位，安排睡觉和活动的地方。还有，你是打算以周末和小长假出行为主，还是打算长期开房车旅居呢？
如果是短途旅行，像卡座床这种设计，每天在床和卡座这两种模式之间切换会很有意思。但如果是长期在路上，固定床位会更适合。另外，如果是旅居的话，设计布局的时候还需要考虑更多的收纳生活用品的空间。好了，今天讲了这么多，究竟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房车布局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吧。下期视频我会从卫生间的角度给大家介绍更多房车布局设计的思路，敬请期待哦！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